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谯城，陕西第2大城市宝鸡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渭河贯穿南北，穿城而过，将宝鸡分成了南北2个部分。这样桥梁就如同城市动脉，既沟通南北，又自成风景。那接下来我带你们一起云游宝鸡，看看这里独特的桥梁和沿河风景，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点滴。这是日月同辉团结桥，外面一圈直径大的圆就是太阳，里面一圈直径小的圆就是月亮，所以叫日月同辉。这个桥是2022年才完工的，所以比较新。这个桥是可以通车也可以走行人的，所以有机动车道、自行车道和人行道。早上可以站在团结桥上看日出，东面正好可以看到潘龙大桥，美吧？往西看就是东岭廊桥，还可以看到石鼓山。晚上的时候桥上都会亮灯。沿着渭河两岸长达几十公里，建了一个西北地区最大的开放式的公园，就是渭河公园。是人们休闲锻炼的好地方。树下的音乐室，在这里看书也很惬意啊。听到唱歌声了，顺着歌声就找到这里来了。高手在民间，歌声响彻整个公园。在马会上的人才共享起来，然后点亮你心中的火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是我的家，我是国王，你多这边有打羽毛球的，打排球的，乒乓球的，还篮球的，这广场舞。
高新渭河生态体育公园，怪不得呢，这个公园里有这么多体育设施。上面就是潘龙大桥，这个桥也是可以走行人和机动车。潘龙大桥西面就是团结桥，东面就是太古桥，3公里之内有3座桥。我站在潘龙桥上看日落。在桥上看日出日落，赏璀璨夜景，这是宝鸡市一道新的风景线。我找到了一个位置，正好把石鼓阁放进了日月同辉。东岭廊桥。北面是东岭，南面是石鼓山。东岭廊桥是人行桥，你看那地面和墙上的文字图片都记载的是宝鸡的历史，所以说这个桥也是宝鸡的文化符号。这是宝鸡的网红桥，联盟大桥。我得整个走一圈，体会一下它为什么会是一个网红桥。这个是一个吊桥，听说联盟大桥最火的时候，每次上这个吊桥还需要排队等待，因为人太多了。过桥还要限流啊，所以我选了一个非公共假日，也不是周末。不过现在好像热都退了点，过桥没人管了。行走在上面，桥也会随着你行走的频率而随之摆动。我从桥南走到桥北了。出来沿着渭河北岸也是一个公园，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渭河公园。渭河公园是渭河的两岸都有。这是联盟大桥的下面，这简直就是一个体育场啊！揉力球，揉力球。
啊，这是一种用毛笔蘸水写字的练字的，这个挺好的，不用浪费墨水，写完以后干了还可以重新再写。站在这个角度去看联盟大桥。从这边可以上桥，我准备从联盟大桥的北边再走回南边去。这里可以看到石鼓阁，对，计划下我要去这里。这边可以看到秦岭山脉。我刚才就是从前面这个吊桥的南面走到北面，然后我再从联盟大桥的北面走回南面。日落时分，这里是最热闹的，游人纷纷在这里打卡，那些娱乐主播都在那里开直播了。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。有机会我也可以去唱歌，可以。联大桥的人多不多？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多不多？还有几个？晚上7点半左右，大桥就亮灯了。来个杂技啊！魔术课，舞蹈作业。这个应该是。这里是宝鸡的后海，这里是宝鸡的伦敦大桥。
这里的每一座桥都有它的故事，见证了宝鸡城市发展的变迁，承载着当地历史记忆。因此，一道道桥梁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。谢谢收看，期待我们下期再见。